大家好，今日係2024年嘅7月3日。今日咧就係講一單新聞。呢個星期咧喺大陸咧非常之炸裂嘅。就係一個浙江大學嘅畢業生，00年入學嘅，咁今年咧就大4畢業啦。然後咧喺個畢業禮上面咧慷慨激昂講愛國主義，最後咧就俾網民翻出咧，佢就喺講完呢個演講幾日後咧就已經赴美留學啦。咁啊去美國度讀書，咁啲人咧就話口裏說不，身體卻很誠實喎。咁呢度咧就涉及咗幾個重大嘅問題啊。咁我就要同大家講講嗱，浙江大學咧係喺中國咧頂級嘅大學嚟嘅，就係北大清華之後咧就到浙大噶啦。咁啊有時係清華第一，有時就係北大第一。咁但係咧浙江大學就好穩據咧係第3、第4嘅，同復旦大學咧係爭第3、第4位。咁呢個浙大嘅畢業生咧，佢係主修翻譯嘅語言翻譯，副修咧就法學嘅。而家咧就俾人揾出啦，赴美去柏克萊大學度咧，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啊，就會讀呢個法律。加州柏克萊咧法律係非常之有名嘅，咁所以都係一個前程似錦啦。但係最令人哋翻車嘅係咩呢？就係因為佢喺演講度咧講到愛國主義係如何偉大，呼籲啲人咧要留喺中國度發展。幾日之後咧就離開咗啦。所以有啲人話佢口裏說不，身體卻很誠實。我都係從來好中意誠實嘅身體嘅。佢係講啲乜嘢呢？我哋借呢單新聞咧去考證一下。佢講嘅內容同佢嘅背景反映咗個時代什麼問題。佢就俾人踢爆咗赴美升學噶啦。而赴美升學咧，佢係雙一流嘅。喺我哋熱愛中國大地上面咧，可能仲有10年、20年啦，甚至更久，需要我哋咧從0到1開疆拓土、攻堅克難嘅重要領域啊，召喚住我哋嘅浙大人咧前仆後繼啊，佢哋讀前赴後繼啦，敢為爭先喎。又指我哋咧係希望堅硬嘅呢個理想主義啊，勇敢擁抱人生嘅不確定性喎，像一顆顆咧。撐着星辰嘅求是星，實事求是啊嘛，呢個毛澤東啊嘛，閃耀在祖國最需要嘅地方，閃耀在中國最需要嘅地方。咁結果咧就去咗美國啦。咁啲人就話去美國有幾出胡適又留美，好多人都留美嘅。咁留美有咩問題咧？留美當然冇問題啦。講起中國留學史，其實咧我哋可以翻到去百幾年前鴉片戰爭嘅前後。當時咧就有一個學者叫做魏源啦，《海國圖志》嘅作者魏源係中國經濟思想史一個好重要人物嚟，就提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學習西方嘅思想去咧對抗翻西方。後來咧林則徐佢哋嘅學生咧就係馮桂芬，就將呢種理論咧再提咗上嚟，就成為咗呢個嘅晚清時期留學外國嘅核心思想，就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張之洞就用咗呢個咁嘅口號啦。咁所以咧，當時第一批去歐美留學嘅啦，就係希望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學習洋人擅長嘅嘢去對付翻洋人啊嘛。呢個第一個階段晚清嘅。第二個階段咧就係5·4運動前後咯。5·4運動前後咧，佢哋去美國讀書，包括咧好出名嘅人物啦，包括徐志摩嚟咗倫敦喺 LSE 啦。去咗劍橋，再別康橋啊嘛。陳寅恪去咗哈佛啊，去咗德國好多大學度聽課，去咗劍橋度聽課。胡適喺哥倫比亞大學咧攞咗博士學位，跟杜威大師就研究呢個嘅實用主義精神，研究中國哲學史。咁有好多嘅梅光迪啊，佢哋呢啲人物咧，馬寅初啊，都喺西方度留學嘅。第二個階段咧就唔係純粹希望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啦，係希望去西方咧學習真理、學習知識。譬如話何炳棣教授啊，就嚟哥倫比亞大學喎，喺哥倫比亞大學研究英國經濟史。呢個犀利啊！因為多數中國學者咧去西方咧就研究中國史，咁佢有優勢啊嘛，研究中國史，啲洋人咧未必認識得多過佢哋，容易攞學位。坦白講，我而家做嘅工作都係咁樣，我就係研究鹽鐵論喺倫敦大學，研究鹽鐵論同埋西方經濟思想嘅比較。咁因為咧，如果講西方經濟思想，講海耶克、海恩斯，我講唔過佢哋。但係如果講鹽鐵論同埋海耶克、海恩斯嘅比較咧，咁佢哋可能咧又覺得學到一啲嘢，又有一啲嘅貢獻，咁就容易啲。咁但係何炳棣咧就係研究呢個英國嘅土地改革制度，馬寅初咧就係研究呢個嘅紐約嘅財政制度。佢哋咧真係犀利啊！佢哋嗰個年代學習求知識嘅。然後呢個嘅鄧小平佢哋嗰一代人咧，或者係蔣介石、蔣經國，蔣介石送咗個仔蔣經國去蘇聯留學，其實嗰個目的咧就係希望即係利用西方嘅，尤其是馬克思主義啦、左派理論啦，去改造中國。嗰個年代係第3個階段啦。第一個階段咧就師夷之長技以制夷，
容宏佢哋係耶魯大學第一個博士啦，學習洋科技嘅。第二個階段咧，求真理，就胡適啊、陳寅恪啊、何炳棣呢個時代啦。第三個階段咧，就係呢個嘅共產黨，就派好多人都去蘇聯度讀書或者咧後來咧建國之後咧去朝鮮度讀書以前咧中國有一個國家領導人咧喺朝鮮金日成大學度畢業係學經濟喎，真係犀利一個冇經濟嘅地方學經濟。咁呢個第三個階段就係咧實用嘅，就係希望喺外交上。第四個階段咧就係89年之後大量嘅留學，咁佢哋咧就係以潤美為主嘅，就係因為當時中國嘅經濟咧條件好差嘛，就希望咧去西方度畢業咗之後，即使你洗大餅捱10年8年，希望咧可以喺西方度咧生活咁嗰個發展一定好過喺中國100幾十蚊、幾百蚊一個月㗎。咁所以當時係咁樣。最後一個階段就最近啲10幾20年啦，去外國留學嘅學生咁一係咧就係富二代、紅二代啦。咁去外國咧就係學成歸來，可能喺中國咧做國企嘅一啲嘅管理人員啦，又或者咧做一啲嘅洋行4大投行做4大會計師樓嘅高薪厚職，因為恃住同屋企嘅關係，咁佢哋就請咗佢。咁請咗佢之後咧，就容易同啲國企或者容易同地方官咧打交道，所以嗰啲 Big Four 咧就中意請呢啲紅二代、紅三代。咁另外一啲咧就係讀書不成嘅，讀書不成咧就去咗英美一啲所謂嘅即係冇咁出名嘅大學讀書啦，就洗白，然後翻國內咧做一啲嘅中產階級嘅一啲嘅企業管理。咁所以呢一個係5個階段嘅留學歷史啊。咁而呢個楊謹文呢個學生係點樣呢？咁我做咗一啲佢背景嘅考察，佢背景嘅考察咧就發現咧殊不簡單。首先咧佢就係中共預備黨員啦，咁佢能夠喺浙大嘅畢業禮上面發言。如果唔係黨或者唔係呢個共青團出身咧，就唔會有紅有專，就肯定唔會俾你上去嘅。所以佢嘅演講咧一定係經過黨係審批，所以就加啲外國色彩落去就好閒嘅啫。如果唔加外國色彩，根本係冇可能咧發言嘅。所以啲人又話佢愛國，然後咧口裏說不，身體卻很誠實呢一種嘅調侃咧，其實冇乜意義。因為喺嗰個社會環境底下咧，必然要如是。而且佢攞過好多獎嘅，我話查一查佢攞過啲咩獎啦。我發現咧原來咧佢係浙大啊嘛，浙大其中一個最有名嘅人就係竺可楨，係一個地質學家，咁亦都係研究呢個嘅歷史地理學嘅好有名嘅就攞咗竺可楨獎喎。咁研究竺可楨獎，曾經咧因為佢係主修呢個語言學，副修法學嘅，咁而家就係去咗西方學法學喎，喺呢個美國柏克萊啦讀法律。咁所以有啲人話佢，喂，你學得西方法學啦，你梗係諗住留喺美國啦，留喺美國工作啦。咁佢以前係做過啲翻譯加法律嘅，做法律翻譯嘅文章用第一作者嘅身份咧提交啲出名嘅期刊添嘅。仲贏過好多獎啦，有11項國家、20項省級嘅獎嘅，犀利到不得了啦。咁你睇下，即係佢顏值都幾高，雖然啲相係 P 圖 P 得好犀利嘅，所以啲人話好中意佢個身體咁呢樣嘢就有趣啦。佢讀法學嘅原因係咩？利用法律武器保護自己，用法律嘅武器。佢搞嘅法律咧係知識產權嘅法律，所以去柏克萊讀咧研究院係讀美國知識產權嘅法律。認同國之所需，我之所向希望咧做法律做到極致，幫助中國嘅法律做大外宣。喂，佢攞竺可楨獎嘅時候講到明係做大外宣嘅，研究知識產權，係咪諗住學到西方嘅知識產權法律，再加啲翻譯啦，然後幫中國嘅 5G 或者其他嘅知識產權喺西方度做一啲鬥爭嘅工作呢？如果純粹睇佢攞竺可楨獎個訪問呢，似乎就係咁樣嘅。咁當然啦，呢個就係因為你申請基金一定要咁樣寫嘅。我以前都申請過好多啲基金啦，我申請個史記英文版本研究嘅基金，國家雙重大項目嚟。咁我當時寫基金嘅 proposal 係點寫啊？喂，研究史記係要咧將中國文化偉大復興係做一番貢獻啦，係咪啊？透過研究中國古代史，發掘中國文化優秀嘅一面，為說好中國故事。而且用英文版本嘅史記說好中國故事，擴大中國文化嘅影響力咧，係做一分貢獻嘅。正值咧一帶一路嘅研究風氣啊，咁史記嘅呢個好多嘅對外嘅記載，歷史記載啦，西域嘅歷史記載，絲綢之路嘅記載啦，呢個係能夠咧與一帶一路研究作下有機嘅結合。當時我嘅 proposal 都係要咁樣寫嘅，你唔係咁寫咧，你就通過唔到個評審嘅。咁所以佢攞呢個竺可楨獎。
攞獎，做咗20幾個國家項目，你梗係要喺訪問度講啲咁嘅嘢。呢個唔能夠因為咁樣咧就咬定佢係大外宣。雖然咧佢自己講明，或者官方都話佢係大外宣嚟噶啦，但係都唔能夠一口咬定嘅，即係可以係身在曹營心在漢嘅。我就話做嘢咧唔好咁判斷，唔好咁武斷未有足夠嘅證據，唔好有足夠嘅圓滿嘅答案、圓滿嘅評價，咁啊唔好。咁而家佢攞竺可楨獎，咁但係我即係必須要講啊，竺可楨咧係一個偉大嘅一個中國研究歷史地理地質學家咁咧佢晚年咧同埋中國好多知識分子一樣，都係非常之坎坷嘅。咁佢晚年咧就係遇到中國文化大革命啦，遇到文化大革命啊，呢啲權威人物嚟噶嘛，點會唔坎坷啊？咁當時咧文化大革命嘅時期，佢自己喺嗰個竺可楨日記裏邊咧留下咗即係一代宗師晚年嘅惶恐啊、悲動啊，同埋呢個嘅寄望佢就係指咧呢個嘅竺可楨咧就話喺現代禁忌瘋狂節日時代只問是非不計利害嘅結果，於是人們才能夠活下來呢個係造成咗民族中華民族永遠嘅悲痛同創傷，撲鼻而嚟係穿透王子嘅血腥呢個嘅風山雨欲來呢啲高級知識分子受到嚴厲嘅批鬥，佢睇住目睹自己一個一個嘅同事被戴上高帽惶惶不可終日，最終就係鬱鬱而終嘅咁佢攞呢個竺可楨獎咧，浙大亦都以竺可楨命名作為一個獎，咁亦都要慎戒啦即係過分政治化，導致到中國帶嚟無數嘅災難。咁呢個係第一個佢嘅資料訪問啦。咁同時間咧，你又睇下佢攞個浙大好多唔同嘅獎啦，係咪啊？除咗攞竺可楨獎咧，仲有大量嘅一個即係研究成果，話你睇下佢個學生照片，當然係 P 圖 P 得好犀利嘅。我喺大陸影個證件相同學生照咧，佢哋都係自動幫你 P 圖啦，用美顏。咁所以呢個嘅係浙江大學法學研究會嘅會長講好中國故事嘅團宣成員係呢個直頭一個團嚟嘅，所以去到美國咧，好明顯真係會，如果以呢個嘅黨為佢安插嘅背景真係會講好呢個嘅中國故事嘅，係做大外宣嘅咁獲得呢個嘅國家獎學金，浙大嘅1等獎學金，攞獎學金去美國留學嘅機會好大喎，呢個人以第一作者嘅身份喺國際會議發表咗2篇翻譯加法律嘅學術論文，均以呢個 CPCI 嘅索引咁CPCI 嘅索引又唔係話非常之高嘅，就比起呢個 SSCI 咁即係有唔同啦，低級一啲啦積極參與呢個科學競技獎而最緊要就係咩？係作為講好中國故事嘅團宣成員積極宣傳良渚文化，講埋中國古代史喎，即係良渚文化係中國文明嘅起源嚟嘅。而家講到係，之前我話考證過話呢個似乎冇乜關係啦。呢個長江文化對中華文明起源構成，其實唔係佢哋而家宣傳得咁厲害，但係有普及法律嘅知識。咁所以呢個有顏值嘅女孩子結果就係令到大陸一啲嘅小粉紅嘅炸裂，認為佢係即係口裏說不，身體卻很誠實。咁但係另外一啲人就認為佢係大外宣。咁到底如何呢？我哋睇下大陸嗰啲網民點樣留言啦。呢個係知乎知乎。咁佢哋話呢個04年嘅畢業生佢嘅即係呢個似乎就冇 P 圖嘅相啦。咁但係有啲低清咁好睇得清楚個樣啦。有啲蝴蝶結嘅，有啲人話好似幼稚園學生咁蝴蝶結。咁佢有啲優秀嘅發言啦，閃耀祖國最需要嘅地方。咁柏克萊似乎就係而家祖國最需要嘅地方喎，做係咪啊？即係以佢官方嘅講法就係做大外宣喎。呢件衫有好似幾個爪痕，係咪綠山之爪嚟咧？啲網民話嘴上都是主義，心裏全是生意，真係諷刺啦。好諷刺喎！祖國最需要嘅地方原來係美國。佢美國係執行特殊嘅任務嘅，係祖國需要嘅，亦都有唔同人有唔同睇法。佢話冇驚訝，冇發現呢，恰就係嗰啲激情四射、高談闊論或者台上大講特講、嚴肅要求人哋嘅人最後呢，誰都沒有佢哋腐敗得厲害喎。哇！呢個人深得做官嘅精髓說一套做一套。咁但係坦白講而家呢都係紅色江山，即係呢改革開放以後啦，留美翻嚟嗰啲都60歲啦，第一批。60幾歲都除咗留學之外，都冇人做到中國嘅領導人而家呢一批都係又紅又專，
土逼土炮嚟嘅，土逼就打敗海歸。咁啊，始終咧中國都要紅色江山。你去到外國咧，你好容易咧思想咧就會受到精神污染喎。所以咧，而家紅二代、紅三代咧都係唔容許咧一啲外國留學翻嚟嗰啲人咧係做中國嘅最核心領導人。唔好話中央，地方省級嘅領導人咧都係極少嘅，有外國翻嚟嗰啲。但係其實80年代留學嗰啲，而家應該就係正值當打之年啊嘛，正應該就係中國最核心嘅領導人。但係始終佢哋都係唔信任嘅。如果要外國留學，都要喺金日成大學呢啲翻嚟嘅。咁啊，所以紅色江山咧先能夠實踐200年。發展第二個100年啊嘛，所以呢個就係佢哋嘅分別啦。咁所以呢個嘅楊謹文啊，即係留學咁啊，唔代表啲乜嘢啦，實在係咁啊。關鍵就係睇個留學之後喺美國做啲乜嘢。我哋從來話唔好睇一個人講啲乜嘢，只睇一個人做啲乜嘢。你睇下耿爽佢哋就厲害啦，係咪啊？反到去美國咧做大使，唔緊要，仲帶埋屋企人去。咁啊，姚明咧就係為中國嘅政協啦。咁然後咧個女咧就喺美國出世，攞住美國綠卡，話等佢18歲嘅時候咧先至幫佢決定，由佢自己決定啊，唔係幫佢決定，由佢自己決定咧係保留美籍定係歸化中國籍喎。咁呢個都係好彈性嘅。無論如何，今日講到呢度啦。今日嘅考證咧，希望大家對呢個女孩子楊謹文有新一番嘅認知，亦都放長雙眼啦，睇下佢未來嘅發展如何。今日講到呢度，拜拜。